海南岛、吉隆坡、科伦坡，分别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沿线，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串联起来的3个地方。丝绸之路起源于古代中国，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从2000多年前开始绵延，在驼铃声声、舟楫相望的岁月中，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路连接起来，书写了一段经济互利、人文互启的历史篇章。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它旨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船和桥。6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演绎出一段段新的丝路故事。哈萨克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向西拓展的第一个重要站口，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国土面积272万平方公里，位列世界第9，人口1770万。地广人稀的哈萨克斯坦拥有各种矿产资源90多种，石油储量达到170亿吨，钨铀等矿产储量更是位居世界前10。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哈萨克斯坦的发展蕴含巨大潜力。面对机遇和挑战，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本期宏观通过走访阿斯塔纳经济论坛，探讨哈萨克斯坦的机遇和挑战。大家好，欢迎收看宏观。今年3月份我在吴哥窟行走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我一看呢，上面写着哈萨克斯坦。当时我就没搭理为什么呢？因为前不久就是有什么罗马尼亚打来电话，结果呢都是推销房子了，所以我就没有接。结果呢，这个电话就一遍一遍打了5、6遍，所以我实在是把我整烦了。所以我抄起电话就说：“哎，你有完没完呐？对吧？我没钱买房子。”对方一下愣了一下，然后呢，就有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普通话说：“他说对不起，我这是哈萨克斯坦总理府，我是某某某。我们想邀请您来哈萨克斯坦参加一个论坛。”这个我一听你是总理府的，我还是总统府的呢，对吧？这个没想到现在推销员这个段位在提升但是呢，他接着一说，我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像搞一个乌龙他说他们这个正在搞的是阿斯塔纳经济论坛这回邀请了谁谁谁，那么您呢也在受邀的这个嘉宾之中。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先给我传个资料看一看。结果呢，过了一会儿，这个邮件就过来了，一看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马上按照这个电话打回去给人道歉正是由于这个小插曲，使我有幸这次能够到哈萨克斯坦又填补了一项空白。因为我去年1年都是在围绕丝绸之路在转，哈萨克斯坦也是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处。那么我们是5月24号到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在去哈萨克斯坦之前总的感觉是那个地方好像很偏远、很落后。结果呢，我们在这个它的新首都阿斯塔纳一看，很震撼。阿斯塔纳是一座全新的城市，1997年刚刚开始兴建。我们看到20年不到的时间，这就已经变成了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那么它的城市建筑的结构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很多世界著名的这个设计商都参与了这个城市的设计。我们看了它的城市布局，我感觉非常像华盛顿 DC 然后中轴线的布局，两边都是最重要的这个2个标志性建筑，然后4周是一些政府机构所以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座现代化的全新的城市。然后它的交通秩序也非常的良好，开车、行人包括卫生都非常好，绝对一看是个现代化大都市的感觉。这是第一个颠覆我这个印象了。那么第二个比较大的震撼呢，就是哈萨克斯坦大概有70%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我们跟司机在聊天过程中就说，这个哈萨克斯坦是不是有点像土耳其或者什么其他地方有没有恐怖主义袭击人家说绝对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宗教包容，包括民族融合程度非常好，所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恐怖袭击。这点也是让我比较
印象比较深刻的。第3点呢，就是哈萨克斯坦呢只有1700多万人口，却有130个民族，它是个人口小国，但是民族却非常众多，这是咋回事呢？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斯大林当时搞肃反，很多的当时受到迫害的人，从整个苏联各个不同的加盟共和国，有300多万人被迫迁徙到古拉格，有150万人被迁到了哈萨克斯坦，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很多民族聚合在一起，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导致什么呢？哈萨克斯坦这语言能力非常的强，基本上你随便找一个人一问，会3种语言是起码的呀。哈萨克斯坦语言这是他们的母语，对吧？俄罗斯语也是相当于跟官方语言平行。另外呢，还有说德语的有说这个法语的，还有说中文的，还有说其他的各种语言的，什么都有。所以他们的语言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大概转了一下这个新首都之后呢，我说能不能我们去看一下实际的接地气，看它的市场看它的这个居民生活这个具体情况怎么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萨克斯坦它主要是靠能源出口，包括原材料出口。那么自从2014年石油价格暴跌之后，肯定它的生活水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接地气，看看究竟受到多大影响。所以我们首先来到了一个就是阿斯坦纳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我们现在是在阿斯坦纳的购物中心，这是最大的一家，叫可汗购物中心。从外面看像一个大帐篷。现在呢，我们来到一家餐厅这个餐厅是一开始以为是日本餐厅，因为里面都是寿司但是呢，结果翻着翻着呢，菜系又变了有西班牙菜，还有意大利菜最搞笑的呢，这还连披萨都卖。后来我们出去转了一下，发现各家餐厅都是如此，就是在一家餐厅里面可以吃遍所有的美食。这可能也是反映哈萨克斯坦他们的一个民族特点，就是包容融合。那么它的这个普通的超市呢，我们也去转了一下。普通超市呢，我大概对比了几种物价，你会发现，它的东西跟北京比起来你会发现比北京要便宜很多。你比如它的牛肉大概是12块钱1斤，它的鸡蛋30个鸡蛋，这个一个大盒7块5，面包这么大一条长面包1块5人民币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人民币。矿泉水2块钱，然后它的奶酪大概10几块钱。那么它的这个什么东西比较贵呢？蔬菜比较贵，肉蛋奶这儿比较便宜，因为它是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业比较发达，包括这个粮食，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所以它这个粮食都很便宜。但是蔬菜比较贵一小把这个青菜10来块钱，这个是比较离谱了。除了这些基础物价呢，我们还有幸去走访了一个普通人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英文的翻译请我们到他家吃午饭。然后我们就主要我想看他们家房子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他家这个房子是一个还挺不错的小区，离市中心大概4公里。他这个家里呢大概是80平米，可以说是2室1厅吧。然后这个房价呢是12万美元折合下来应该是70来万7、80万人民币的样子外面车位要单买，大约是1万美元这个一个车位。注意他们这很有意思哈萨克人在买房的时候，从苏联解体他们独立那一天开始，房价就不是以本币计价的，一定是报的美元价。每个人脑子里面想的是美元因为它本币这个间隔不太稳定，所以大家买房子都是用的美元来定价但是呢，它这个按揭贷款很贵。我说你这个按揭贷款多少利息？1年22%，好家伙，这不是跟打劫一样吗？就是因为它这个按揭贷款太高，还真的发生过有人就是被按揭抵押贷款逼得没办法跳楼自杀的这种现象所以呢，很多人就被迫一次性付全款，要不然真买不起。我们在跟他聊家常过程中我就问我说你们大概阿斯坦纳这个人均收入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普通老百姓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据他介绍，大概是4000人民币的月收入这4000人民币我刚才按照物价这么一折算，这个水平可能比北京的生活水平还是要差一些。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比较感兴趣是他们的这个儿童的教育问题他们的教育很好，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全部都免学费。
如果你能够考上大学，考到一定的分数吧，那不管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全部都免费，给奖学金。那么如果你没有考上这个分数呢，公立大学交的学费少一点，私立大学多一点，大概每一学年是3000到15000之间人民币。医疗看病基本上所有公民全部都是免费，不管你是救护车还是吃药啊，还是手术都不花钱啊，这个是做的比较好的。他们这个养老呢，它也是有一个社会的基本的福利体系，然后还有这个职工每个月的收入中间会拿出一部分钱去存起来为养老所用。问了一下，他说他妈妈退休以后大概1个月的这种社会保险这部分是$200左右，这样也就是1000多人民币，当然再加上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己的养老储蓄。所以呢，退休人员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艰难一些。那么第一天啊，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到会场啊，因为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安排了4波媒体采访。在聊的过程中啊，我发现这4家媒体问的问题都很类似，啊，都是几个重点。第一是全世界的油价跌成这样，哈萨克斯坦经济未来会怎么样？啊，转型应该怎么转？第二就是哈萨克斯坦现在正在进行反危机政策，就是推出了光明之路，对接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这两个东西怎么对接？啊，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第3个问题呢，就是现在白俄罗斯和这个哈萨克斯坦搞了欧亚经济联盟啊，那么现在还要推出欧亚经济联盟中的统一货币，就是货币联盟。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这是大家都要问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比较搞怪的是，这个一个阿拉木图电视台的一个女记者，她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挺吃惊的啊。她说，这个在我们哈萨克斯坦经济这么不好的情况之下，政府还搞这么一个奢华的论坛，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意思。那么第2天啊，这个我的一个主要活动是下午去总理府拜会这个阿西莫夫总理，这是总理府特殊的安排。这个到了总理府啊，他们这个安检很严格，手机也不让带啊，相机也不让带，任何电子产品全部留在外面，然后我们才能进去。我们上到2楼大厅啊，那是个等待大厅，有好多波人在那儿等着啊。有经济部长带他们的官员，然后还有一些外交使团。我就问我们那个接待的官员，我说我们是跟哪一拨人进去啊？因为我想肯定我们是一个集体接受总理接见这样的过程嘛，就是寒暄局照个相握个手就完事儿了。结果他突然告诉我啊，你们是被单独接见。哎呀，我一下很紧张，因为我完全没有做准备，因为我想可能是走过场啊，这单独接见那说什么呀？而且是专门安排了30分钟的单独接见，很紧张。我说中文还是说英文呢？因为我知道阿西莫夫总理精通5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他的英文也很好。这个接待官员说，你们说英文，因为他的英文说得更流利。我们来到总理办公室啊，它这个是一个套间，里面是总理办公地方，外面是个小会议室。然后我们进去不久呢，总理这个也出来了。阿西莫夫总理啊，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学者气息比较重的官员啊，一点都没有架子。见到我之后啊，一握手，第一句话是：“我是你的读者，你的俄文版的《货币战争5》，我已经读了1大半。今天非常高兴啊，你能来到阿斯塔纳。”这个谈话呢，首先是我抛出问题，我说这个关于你们反危机这个光明之路，现它的进行情况和未来的目的啊，从这个角度切入。阿西莫夫总理呢，只是很简单的回答了一下啊，然后就把问题又抛回给我。他说其实我更想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有全世界的这个情况，你是怎么看的？在我看来啊，要把这个话用3言5语说清楚是有很大的难度的。所以我在脑子里快速过了一下之后啊，我就想了3点。第一点就是我在宏观节目中谈到的美元环流，它的逆转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影响，也就是这是问题的根源。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状况，包括石油价格、天然气，包括大宗商品，所有这一切的根源是货币环流发生了逆转啊，这是我抛出的第一个观点。第2点，我说啊，在中国很多人认为新丝绸之路把它理解成一个去产能化的这么一个过程。我说这一点呢是把这个定义的太小。在我看来，就是不管是光明之路啊，光明之路也就是从哈萨克斯坦境内
要打通交通大动脉，东西南北啊，然后还要建立仓储物流中心，来作为未来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我说，不管是你们的光明之路，还是我们的新丝绸之路，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大通道。当这条大陆的交通线全线贯通之后，海洋贸易的份额将逐步转移到陆地上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获得信息的时间是0.几秒，我等待货运却要等待2个月。我说这已经完全是离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要求已经跟不上了。海运最大的问题就是速度太慢，这是它致命的缺陷。那么陆路一旦打通之后，即便是这个高速公路和这个普通的铁路，也可以把运输时间压缩到10天左右。然后如果是高速铁路，可能会压缩到3-5天，这个运输时间就更短。我说只有这样才能够匹配我们现在经济运转的这个越来越快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认为啊，我说贸易大通道的转移，从海上向陆地上转移，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2个战略的最后的一个根本出发点，而且这还是对于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也会发生重大的影响。第3个观点啊，我说在哈萨克斯坦反经济危机这个措施之中啊，很多人提出啊，要把制造业多元化把它作为一个主攻方向，也就是要搞进口替代啊，不要买这么多国外的制造产品，我们应该自己发展轻工业，因为它现在重工业发达，采矿业、能源这比较强大，但是它的轻工业制造却相对的薄弱，所以很多哈萨克斯坦内部的经济学者，包括他们的官员，主张用进口替代，用这个大力发展制造业来振兴这个哈萨克的经济，把这儿称之为多元化。我说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啊，为什么呢？根据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现状，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它人口只有1700万人。我说你这么小的一个人口规模，也就限制了你市场规模的扩大。进口替代这种战略对于人口大国是合适的。我说，比如说像中国，我如果什么东西都从国外买，电视都从国外买，我10好几亿人口当然就不合算，对吧？但是你哈萨克这样的小国，你如果全部搞替代的话，你好不容易投资巨额的这个资本，然后建起这个工厂，却只有1700万人能够消费，你这种投资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经济的，或者说是一种很大的浪费。我说这种转型的方式其实背离了哈萨克斯坦真正的优势之所在。我说哈萨克斯坦的优势2点，一点是你的自然禀赋，就是自然资源啊，另外就是你的地理条件，就是地理位置。为什么自然资源它是一个强大的优势呢？哈萨克斯坦的这个石油啊储量170亿吨，在全世界是排得到前几名的。它的天然气4.5万亿立方米。除此之外，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所有的元素在哈萨克斯坦都有大量的储量。你比如说，它的钨矿占全球储量的50%，它的铀矿占全球储量的25%，它的铬矿占全球储量23%。除此之外，铜、铁、铅、锌、钼，我们如果去查的话，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金属矿产的它的储量在全世界全部排前10名，这个规模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是哈萨克斯坦它真正的优势，也是你们传统工业的优势，这一点不能变。当然现在它不景气，所以要发展另外一个新引擎。我说你以前是单引擎，现在应该经济这个改革之后应该发展出双引擎系统。这个新引擎是什么？不是轻工业啊，应该是服务业。这就涉及到哈萨克斯坦的地理位置了。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来看，你会发现哈萨克斯坦正好在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的心脏地带，南来北往的交通线必经哈萨克斯坦。现在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东西向的横穿欧亚大陆板块的铁路、高速公路各方面的交通基础设施没有建成，所以物流量很小。南北方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这个地方贫穷和所有地方贫穷本质上是一样的，国际贸易大通道没有经过那儿啊。我们从去年走的很多国家，我亲身的考察，从土耳其到以色列，再到伊朗、印度啊，包括前不久去的这个柬埔寨和埃及，每个地方我必看它的历史上的商业贸易大通道。你会发现所有地方的崛起都是那个地方物流起来了，大量商品从那儿过境，那个地方的经济就一定发达。只要国际大通道偏离了那个方向，这个城市必然衰落。所以
我们现在看到中亚五国的落后，主要是横贯大陆东西的交通线没有打通，就是这个贸易大通道没有这么流，90%的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全部走海路，当然你内陆国家起不来，你怎么搞也起不来。但是新丝绸之路和光明之路一旦对接之后，再加上现在的高速公路体系从西欧连到中国西部，现在在哈萨克境内已经全线完工，在俄罗斯正在加紧施工，也就是未来会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普通铁路，还有其他的这种管线，包括互联网。当这些东西全面开通之后，哈萨克斯坦会形成一个东西和南北2个方向的国际大通道的交叉路口，就是南北方向从印度，包括伊朗连通俄罗斯，东西方向是中国和欧洲连通中亚的所有国家，包括中东的所有国家。沙漠缺水怎么办？屋里老王来帮你。事实上，有些沙漠地区，尤其是沙漠边缘，是可以找到盐碱水的。你可以寻找沙漠中的各种踪迹，沿着它们就可以找到水源或者人群栖息地。首先，你可以寻找有水标志的植物，地面比较潮湿，长有荠荠草、白刺、三角叶杨、梧桐树、柳树、岩香柏、香蒲等植物的周围，一般都可以找到水源。你只要在这些植物下面多挖挖，就可以见到水。然后，你还可以留心观察野生动物的活动，尤其是早晨或者晚上。有昆虫、苍蝇、走兽、飞鸟的地方，附近一定会有水。跟踪它们的足迹，常常可以找到地下水源。你还可以看看地势，四面高、中间低的掌心地，或者三面高、中间或一面低呈簸箕形的地区，以及群山间的低洼地，都很可能找到水源。还有牧民废弃的牛羊圈附近，常有他们用过的水源。凡是有水井的地方，当地牧民都习惯在附近山顶或者地势较高的地方用石头垒高作为标记，以示附近有水井。说了这么多，在沙漠寻找水源还是非常困难的。实在不行，你还可以试试自制露水收集器，挖一个浅坑，铺上一块塑料布或者其他不吸水的料子，其上堆放一些清洁的光滑石头，石头上的凝露会滴在塑料布上，到第二天早晨移出石头，收集塑料布上的露水就可以饮用啦。不过这个方法得到的水量比较少，只能用来应急。当然，如果你当时恰好在驾驶沃尔沃 XC60，就完全不用担心，只要按下车内的 On Call 按钮，就可以要求沃尔沃 On Call 随车管家接线员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喂，请问哪里有水？看，有了沃尔沃 XC60，找水就是这么简单。怎样才能关注宏观微信公众账号呢？首先，在通讯录中点击公众号，再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搜索框中输入优酷宏观，搜到后第一个就是了，点击关注。注意，如果只搜宏观的话，会误搜到很多盗版账号哦，千万不要关注他们。在这样情况之下，南北东西的物流全部在哈萨克斯坦进行汇聚，凡是贸易大通道经过的地方，必然是商业和金融中心崛起的地方。你看吧，所有国家都一样，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到这个纽约，再到中国的上海、香港、新加坡，谁不是贸易中转站？不是贸易中转站，就不可能成为金融中心。很简单。那么未来如果说海洋贸易大幅度向陆地上转移，这个地方就会成一个新兴的经济重镇，大量的商品就会朝这儿聚集，与之相伴随的就是财富和货币的汇集。所以我说，哈萨克斯坦天然就应该把自己定位成欧亚大陆的一个中心市场既是商品的集散地，又是物流仓储的中心。在此基础之上，发展金融服务业的中心。很简单，商品在这儿汇集，大家在这儿采购，一定要使用各国货币，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还是使用卢布，还是使用欧元，所有人都在这个地方买东西，使用他本国的货币，所以这一定会发展成一个外汇交易中心。除此之外，金融服务业、贸易金融包括这个资本的各种服务，会带动很多其他的行业。你比如说法律你比如说财会，这个服务业牵动面会非常的大。除了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有全世界这么多主要的商品的储量，金属这个它的储量这么大，你天然就是个国际大宗商品和金属的定价国，因为你储量在全球50%，你当然应该具有定价权。怎么拥有定价权？要占领这个金融市场，要把这个大宗商品的期货和交易做起来。所以这样定位的话，这个把哈萨克斯坦定位成欧亚大陆的一个市场交易中心然后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大宗商品中心，那你将会带动巨大的服务业、新增服务业的这个就业机会。同时，支撑它是什么？是哈萨克斯坦比较强大的人力资本，就是它承袭着是苏联过去的那套教育制度，
它的基础是非常扎实的。哈萨克斯坦在1930几年就已经基本消灭文盲，99.8%的识字率。现在的高等教育，这个在校学生像阿斯坦纳受过高等教育高达40%，这么好的人力资本，这么高的受教育程度，转型高端服务业当然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何必要去搞制造业呢？所以我说你们最后调整这个战略方向，第二引擎在我看来应该是服务业，而不是轻工业。当然，说完这个话之后，这个阿西莫夫总理就马上让这个几个助手，他说把这个观点记下来我们可以这个深入去讨论。结果会见的这个时间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这个结束会面之前，阿西莫夫总理就跟我说，他说虽然我们的会面结束了，但交流不要中断。你把你今天讲的很多东西，包括你以前写过的东西，能不能整理成文字发给我？我说没问题我还可以把我们宏观的节目顺便一块儿发给这个总理给我们这个节目做个广告所以呢，这个结束了跟总理的这个谈话之后呢其实我一直在想中国的转型哈萨克斯坦的转型，其实现在都要找对自己的真正的重心。那么当天晚上，就是阿西莫夫总理他亲自主持了一个招待宴会，请了很多这个参会的嘉宾，重量级这些嘉宾吧。然后我来到这个宴会上一看这个一抬头一看，好家伙，100来号人吧。我正好经过阿西莫夫总理他是说等等你认不认识马云呢？我说全中国人民哪有不认识马云的呀？这马云在旁边就笑了，他说这个阿西莫夫总理刚刚还给我推荐你的《货币战争5》，我说我早读过了。我就问马云，我说你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等到新丝绸之路跟光明之路快对接的时候，你突然降临了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来哈萨克斯坦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来看如果说哈萨克斯坦要把自己定位成未来欧亚大陆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物流和集散中心，乃至于服务业的一个中心的话，那么可以说马云现在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了可见阿里巴巴这个商业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第二天是整个会议的高潮了，这就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主持的2个会议上午是一个闭门的圆桌论坛。我们现在是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坦纳，在这里参加阿斯坦纳的经济论坛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最近几年呢，由于油价的暴跌，使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受到了重创所以呢，阿斯坦纳这个经济论坛从全世界各地邀请了很多重量级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大家群策群力，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那么哈萨克斯坦是中亚5国中间经济规模最大的一家，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个线路。那么在新丝绸之路这个战略上，哈萨克斯坦也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的作用。下午是对公众开放的一个大论坛我被分配到上午那个圆桌论坛。它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只给5分钟发言时间，包括总统在内一个人只说5分钟。我的主题呢，这是哈萨克斯坦指定的就说你一定说货币战争。你想想，我写了150万字的5本书的货币战争，你让我用5分钟阐述，这个难度太大了。所以我熬夜一开始写出是2-3千字，一讲半个小时不行，压缩压到1500字，压到1000字，压到800字，还超1分钟。所以这个就很紧张。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个一车人来了参加了会议，一共是这个11个嘉宾，其中7个发言，我是其中之一。这些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对吧？我们会看到这个参会这7个发言嘉宾中间有3个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还有3个重量级的经济思想家，一个是哥伦比亚的这个 Jeffrey Sachs， 就是著名的休克疗法之父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亚瑟拉佛就是美国80年代这个里根经济学派的他的核心代表，美国共育学派可以说是灵魂人物。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MIT他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写了一本名著叫《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然后这个会议主持这个主持人是谁呢？是摩根大通的全球总裁所以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的你是跟这些人在过招5分钟时间能不能把核心观点说清楚，这个是比较紧张的。当来到这个会议室我一看参加的除了我们7个发言的另外还有4个他们的其他的部长。当总统一来到会议室
你会发现啊，他的气场是整个会场中最强大的啊。然后一开始是总统5分钟，他发言介绍哈萨克斯坦的情况。这个摩根大通的总裁啊，他是负责分话题，我是分配第3个发言。然后我在听他这个主持过程中，发现银行家确实不一样，时间卡得非常死。在我之前那个 MIT 那个教授，多2秒钟立刻被叫停，说谢谢你好，马上转到下一个话题。所以他完之后，马上就到我了。介绍的时候也比较有意思，他说既然货币战争是你发起的，那么你就来救火吧，你来谈谈货币战争这个话题。我一看大家都脱稿，算了吧，我就把稿子一扔，我也开始讲了。我说现在全球所说的货币战争啊，指的是汇率操纵啊。中国就是经常被指责的嘛，说中国操纵汇率是为了保自己的就业和出口。我说啊，其实产生货币战争的原因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我说形象地说啊，现在的全球货币流动好比一条货币的河流，美国是在河流的上游，中国哈萨克斯坦我们是在河流的下游。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了挽救自己的金融体系，所以放了大量的洪水下来，几万亿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是由于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而不顾下游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和坏，所以这些货币洪流下来之后，底下人就得被迫进行抗洪救灾啊，因为否则你货币就会猛涨。但是你要进行抗洪救灾，大量买入美元，本币就会超发，本币超发的结果就会扭曲国内的一切市场，从房地产到大宗商品到一切这个市场都会被扭曲，结果造成了资产泡沫，造成了债务膨胀。这些问题都是由于上游发洪水造成的。现在上游的国家站出来指责下游国家，说你为什么要保护自己的经济体系？我说这是没道理的。当然这个例子讲完之后啊，我看其实很多人是非常认同的，因为通过这个货币之和这个形象例子一听，大家其实就明白了这个东西谁是因谁是果。你在上头发洪水，底下人他的货币竞争是被迫的啊，他的货币的跟你保持汇率稳定，仅仅是想保持稳定，这是一个不得已的行为，所以不能够理解成啊是有意要进行贸易战和货币战。我说这么理解是不对的，它的问题的根源是在于全球货币体系的设计存在着天然缺陷。我说未来的改的方向应该是把货币的河流变成货币的湖泊，也就是改变一个国家主宰全世界的货币松和紧的这么一种局面。什么叫货币湖泊？大家分享资源，大家分担责任。你比如说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呀，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搞的特别提款权啊，像这个黄金，历史上的黄金，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非主权的货币，应该取代美元作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结算，包括储备和货币的核心。这样就能避免某一个国家权力太大，他要紧，全世界的日子都不好过；他要松，大家都发洪水，就是货币的干旱和货币的涝灾反复出现。我说这个是全世界现在面临的中心问题，包括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转型，也包括我们现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和所有国家面临的困境。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必须要改变现在的全球货币的机制。如果我们不改革的话，那就一定会在下次危机到来的时候，新市场国家全面短缺美元，会发生美元荒啊。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你不改革，最后就会迫使这些国家去美元化，因为它要生存，不得不选择其他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的话，我们所熟悉的、所熟知的全球化就转轨了，就变轨了，就不再是我们以前所理解的全球化了，而变成货币的区域化和经济的贸易的区域化。所以我说，面对全世界的选择只有2条啊，一条是进行彻底的货币制度改革，如果不改，那就是第2条。当下次危机来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货币体系将会出现区域化的分裂，那就是30年代的再现。不仅出现了美元区、法郎区、英镑区，随后还有世界大战。所以我觉得在阿斯塔纳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它是真正的问题的核心和焦点啊。当然，这个我的发言结束之后，我只用了4分50秒。那么这个圆桌会议结束之后呢，出来大家跟总统一块照相，这个他就握着我的手，他说我记住了你刚才这个比喻，货币的河流和货币的湖泊。本来在会场上大家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啊，会议结束之后，这我看这些人大家都放松了，然后大家一块吃午饭，
然后就七嘴八舌就开始争论刚才的话题了，也包括我这个2个比喻。但是讨论最多的，你会发现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探讨这些严肃话题之后，然后转回头来就开始说八卦，各种各样的这种故事，然后就有很多这种奇闻异事啊，一个比一个能侃。你比如说这个 Jeffrey Sachs， 这一开口就是希腊、罗马、埃及如何如何。如果我没有去过埃及，没有系统准备过埃及这个资料，你连听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更别说去跟他搭上话了啊！他们有一种强烈的一种展示自己知识面的这么一种欲望，这个到了一定程度的这些经济学家不再谈专业问题了，啊，闲聊的时候扯的都是历史文化。然后这个写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哥们儿那就更有意思了，扯得更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说到印加帝国，说到玛雅文明，啊，然后呢，坐我对面这个亚瑟拉佛啊，他是共应学派的创始人呐。然后他一见我，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家有6个兵马俑。哎呦，我说您这专业什么时候改盗墓了？然后他说，哎，这个开玩笑，他不是真的啊，是仿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侃，从秦始皇一直侃到汉朝，一直侃到唐朝。真的，你会发现他们这个个性非常的明显，就是展现自己的知识的肌肉，啊，就说你看你是中国来的吧，我给你讲讲中国历史。这个说了时间长，我半天没插上嘴，就是让我很郁闷。为什么呢？打到我地盘上来，咱们得说说美国历史啊。我就说，哎，我说你们家族是什么样的传承啊？哦，他说我的爷爷的祖爷爷，我们是德国人啊，我的祖奶奶这边是这个爱尔兰人，我们家是17世纪中叶就移民到美国了，我们家当年是在这个克利夫兰，啊，我一听我就说，我说你们家是不是还在比兹堡待过呀？哎，他说，哎，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从比兹堡迁过去的。我说你不仅在比兹堡待过，你们很可能是在宾夕法尼亚，在那儿登的陆，特拉华的河口，也就是现在的费城，登了陆之后。举家往西迁到哈里斯堡，从那儿翻越阿布拉契亚山脉，到达了匹兹堡。哟，他说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说那很显然，当年那个时代，1860几年，对吧？大量德国人，你不是德国人吗？德国人来到了这个美国之后，南北新英格兰你们不会去，弗吉尼亚不会去，你们去的地方就是宾夕法尼亚，一定是在那儿登陆。然后德国人，当你们移民的时候，你们有个特点，全部扎堆儿，跟我们中国人一样。你们移民不是说单打独斗的，像英国人和其他人，你们都是好几百人、好几千人一块儿移，所以你们这个社区始终保留着强烈的德语色彩。他说对，他说我们那个社区啊，以前都说德语，后来这个一战以后，德语才慢慢的不说了。所以我在跟他这么一聊的过程中，哎，他是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我说你们家那批人呐，如果是在1680几年去的时候，你们家你祖爷爷的祖爷爷应该是拿到了300英亩的那片土地，对吧？如果你晚20年，可能拿到了150英亩。你回去问问查家谱，看到底你们当时拿到多少地？哎，他说临走说你一定把你电子邮件给我留下，咱们好好聊一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到国际化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为就是语言流畅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语言本身是个很浅的东西，你要跟真正的高层次人才接触。语言算什么呀？你当然谈的是语言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他一提他是哪个姓儿，或者他一提他们家的是从哪儿迁过来的，你立刻能把他的家族追踪出来，这样才会有共同语言，你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们家族的成长背景是什么，才会有真正的共识。我们在跟人与人接触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你要说他是四川人，我一听他四川人，我就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的，因为我就是成都人嘛，所以很容易搭上脉，对吧？但是他要说是个德国人，啊，这个是或者是个美国哪个州的人，你能不能搭上脉？搭不上脉，那还叫国际化吗？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跟这个国际人士打交道过程中啊，其实需要一个非常宽的知识面啊，而且需要知识的系统化，否则在这种场合就真的是插不进嘴，你就显得很 low 了。好，我们最后说一下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机会。随着新丝绸之路跟光明之路的逐渐对接，我相信哈萨克斯坦将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机会。回到北京以后啊，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说，阿里巴巴刚刚跟哈萨克斯坦签了一个电子商务合作的协议，还有就是要在这儿建物流中心的合作协议，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马云已经去了，大家准备跟吗？
这里是距离海口70公里的海南省澄迈县。你好，在当地的热带果树试验基地，来自埃及的艾哈迈德博士和中方科学家丁哲利博士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艾哈迈德·艾尔赛义德·法赫米是埃及水肥灌溉领域的专家。2019年3月，通过中国科技部国际结青计划，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加入了丁哲利博士的科研小组。In our country, we interesting about the field of water and the fertilizer. The River Nile provide to us about 55 billion cubic meter per year, and this is not enough for extended for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 So we need to manage them it well. This is our the new system for drip. This is a new drip irrigation system for banana and for dragon. Doctor, I think we finish now for the dragon fruit. Oh. Okay. For dragon, finish. But for banana, we should still 2 hours. 3年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在澄迈县设立了果树科研基地。丁博士是项目负责人之一，主要研究香蕉、火龙果等热带水果种植过程中的植物营养需求和水肥高效施用。艾哈迈德是他邀请到这里的第3位国际结青。这些年，中国倡导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倡议，然后也是为我们这些年轻的科学家设置了许多的这样一些人才交流项目。它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访华的。作为农业科学家，艾哈迈德和他的中国老师有一个共识：不光要在实验室里捣鼓瓶瓶罐罐，更重要的是还要到田间去发现实际的问题。We should cut this flower because we should have enough distance between 2 flowers. From the beginning of season until now, we cut about 2,000 flowers until now. 澄迈县的基地距离海口实验站只有50分钟的车程，站里也有宿舍，但是艾哈迈德还是选择大部分时间驻守在基地。We have a good flowering here. 不过要打理好一个20亩的果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像海南气候一般都是在4到10月都是很热的，给他介绍了我基地的一些相关的条件，然后把一些照片就是发给他看，他就是义无反顾的希望能够到这边来。2个月的基地生活带给艾哈迈德一个不小的惊喜。And I have lost about 10 kilograms from my weight. Because of the hot weather and hard work, yeah. 就在海南的艾哈迈德一大早进入种植园工作的同时，马来西亚人吴巧尼走进了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一家免税店。吴巧尼是蚂蚁金服马来西亚跨境业务拓展负责人，寻找更多的本地商户接入支付宝，并和他们保持良好的沟通，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马来西亚的话，中国游客的这抵达数是排第3 ，Top 3。在以后的话呢，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对他们来说的话，到哪个点都能够用支付宝的话，那是最方便便利的啦。为了服务游客，支付宝开始寻求与当地银行和支付机构的合作，通过他们把扫码支付功能接入给当地的商户。2017年初，吴巧尼在马来西亚开始了这项工作。最大的难关我觉得是在于怎么去把这个技术迁移到这边，然后 localize 吧。在与跟收单机构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说就是当地的市场并没有一个真正熟悉2维码扫码支付的这个一个技术。这一步走不好，后面的工作就没法展开。就在吴巧尼犯难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一个朋友黄志雄。黄志雄是马来西亚第3代华人，早年他做的是打印机代理贸易，16年前转行进入第3方支付领域，做 POS 机收单业务。5年前一次杭州之行让他接触到了网购的线上支付业务。
拿到阿里 Pay 的这个生意，我要谢谢我太太。那一年她就说要去杭州旅游，那么去了杭州我有那么巧就看到有国外的朋友在一起在谈着说阿里 Pay 想进来马来西亚，我就自我推荐，我是马来西亚有做收单。2017年初，黄志雄开始招兵买马，组建二维码支付技术的服务团队，对支付宝的技术进行本地化应用。马来西亚的金融体系发达，银行卡普及率高达 80%， 在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同时，拥有银行卡、预付卡等收单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也不少。有了黄志雄这样当地合作伙伴的加入，支付宝的收单合作慢慢地打开了局面。但是在接下来向商户推广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开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这个是 QR， 在 security 那方面会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最近有多少个这个叫做阿里 Pay 的消费者过来消费？除了对安全的担忧，还有对收款方式的不适应。从拉卡到扫码这个小小的转变，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沟通成本。之前马来西亚这边的机具都只是接收扫卡，完全是没有带摄像头，根本就不能够扫二维码。而且这些机器已经在市场上那么多年了，你怎么去改变他们这样的一个使用方式，跟怎么去给他们推行这些新的机具？就营业可能他第一次有这个叫做 QR 的 payment， 毕竟他们不太习惯，也不明白怎么样去操作那个机器，我们一直要一路的去教导他们。经过反复的磨合，2017年5月，支付宝扫码支付服务在马来西亚上线，至今接入商户已经达到几万家。我是蛮开心去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输出，或者是引入到我们国家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店铺从只接受现金，或者到一定的金额才收卡，到现在的话呢，基本上你几块钱你都可以使用这个移动支付来付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东南亚的中国游客使用移动支付享受购物便利的同时，在相差了2个半小时时差的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一艘满载各地商品的货轮正在靠岸。斯里兰卡地处南亚，是亚洲与欧洲、非洲往来的门户，素有海上十字路口之称，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古国。科伦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这座城市的国际集装箱码头于2013年正式开港，吞吐量一直保持2位数的增长，增速在全球30大集装箱码头中位居前列。这座码头是由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和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合作建设的。现在在海外，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从原来的这种纯粹的劳动力输出，转换成现在资本输出、文化输出、这个管理输出。我们现在在海外投资集装箱码头，这就是典型的资本输出。我们现在在海外来运营和管理码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管理输出。港口的运营少不了码头设备生产商的参与。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的所有港机设备都来自于另外一家中国公司——上海振华重工。成立于1992年的振华重工是全球最大的港口设备生产商。2013年，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开港在即，急需负责设备维修保养的服务商进驻。此时，业主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可以由设备的制造商同时来负责保养呢？振华重工的张志勇由此受命来到斯里兰卡，负责运营这个服务项目。他们在采购设备的时候就跟我们提出来，就希望我们在这边建立一家子公司，
希望我们的设备，振华的设备以振华来做保养。2013年8月1日，上海振华重工与斯里兰卡排名前10的企业集团 Axis 合资成立公司。从此，张志勇多了一位当地的管理伙伴，斯里兰卡人苏坦。The CPMC sent Mr. Shang Xiong to Sri Lanka, Axis Engineering PLC. They selected me for this project and they started, Mr. Shang Xiong and myself, I started this process in early 2013. 如何能够第一时间处理好设备的故障，保证码头设备的高效运行？摆在张志勇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打造一支专业的本地化团队。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中国的工程师嘛，中方工程师就发挥了很大作用。老秦是派驻在斯里兰卡的中方工程师，几年来，他见证了斯里兰卡的这群小伙子们的变化。他们都是新手，也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必须要是一步一步的来讲解给他们听怎么做，走一步讲一步，走一步讲一步，越干越好，越干越好。现在嘛，就干的基本上，我有事不在现场是没关系的，他也能独立了。2016年3月，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决定对集装箱起重机的动力系统进行油改电，这个改造项目又一次交给了张志勇和他的团队。油改电的这个技术实际上在国内已经用的比较广泛了。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呢，也是非常重视环保。到了斯里兰卡以后呢，我们就尽快的把原来的这个 ERTG 它是从烧柴油改变为烧电，这样大量的减少了碳排放。机械工程专业的傅云龙，2014年毕业就进入了上海振华重工。2016年，他被派驻到斯里兰卡，负责这个油改电项目。改造的难度之大，超乎他的想象。因为这个项目的体量相对来说在码头中算是比较大的，它总共有40台轮胎吊，而且它还有40幅场地，地面的基础设施也全部需要相应的配套改造。傅云龙一头扎进了码头施工现场，一干就是19个月。2017年10月，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完成了油改电项目，它由此成为斯里兰卡第一家，也是南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绿色码头。通过改造，轮胎吊的柴油消耗量和二氧化碳直接排放总量减少了 95%， 综合碳排放减少了 45%。 接连打了几个硬仗之后，张志勇、傅云龙和他们的中外同事对接受更难的任务越来越有信心了。而在马来西亚，一位来自杭州的客人刚刚抵达吉隆坡市中心的商务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2018年，马来西亚成为继中国之后全球第2个可以扫二维码坐地铁的国家。他这次来就是想做一番实地调研。我们其实要观察的呢是说，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会哪些场景有什么痛点。推出这个扫码坐地铁功能的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一款电子钱包产品，它的底层技术来源于中国的支付宝。I go to China quite often, and I think every time I go to China, they know I'm tourist because I don't use my mobile phone to pay. And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at you see as a person coming into China, that the mobile phone is at the center of your life. 尼扎姆于是找到支付宝寻求合作，巧的是，支付宝也正在寻找海外合作者，双方一拍即合，成立了合资公司。2018年5月，经过10个月的合作，马来西亚版支付宝 TNGD 正式诞生。And I think in Malaysia, we're only starting one small part, which is the payments, and we hope that we can build that ecosystem later. 熊悟真是蚂蚁金服的技术研究员，同时还是全球本地钱包技术负责人。和同事吴巧妮不同的是，他的工作不是直接推广支付宝，
而是要和“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发运营适合当地人自己用的支付宝。我们坚信，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地的团队其实是最有能力、最有潜力做好本地的一个电子钱包，因为他们最了解本地的用户的需求。包括马来西亚在内，过去4年，通过合作伙伴加技术输出的模式，熊武珍和团队伙伴们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9个当地版的支付宝提供了技术支持。这次地铁站的体验让熊武珍有了新的发现。来到 TNGD 的办公室，他马上召集当地的技术团队进行了讨论。他还打算马不停蹄地回到蚂蚁金服的杭州总部，和国内技术团队讨论修正方案。我觉得我们排一个具体的一个计划。此时已经是正午，海南岛的果园变得越来越热。艾哈迈德和丁博士结束了田间工作，回附近的农舍休息。闲不下来的他打算对今天采摘的火龙果进行糖分测试。相比上一批 22% 的含糖量，今天这批果实的测试结果显然不太理想。艾哈迈德决定去海口实验站做进一步的检测。一路上，他向自己的中国老师吐露了一个关于火龙果的心愿。Actually, I wanted to plant the dragon fruit in my country, and it's very expensive in my country. Maybe we can have a big project between China and Egypt. Yeah, I hope we can cooperation forever. Yeah, China and Egypt. Okay. 总部位于海口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成立于1954年，是中国唯一一所国家级热带农业科研机构。自2013年中国科技部推出国际结青计划以来，热科院海口实验站共计有15个项目获批，目前再占国际结青9名。说我们的人要走出去，另外一方面要引进专家进来，促进就是说我们在科研的联合攻关，这样的话就可以缩短就是我们科技成果产出的一个周期，能够多出成果，快速成果。来到中国，除了要攻克科研上的难关之外，如何适应在中国的生活，也是对国际结青们的考验。The biggest difficult which I have here is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ther. It's easy for me to learn some Chinese word. And actually we use dictionary online. 运用微信的这样一个翻译软件，就是基本上能够简单的进行交流。去超市里面买东西，我们都知道是不能还价的，他还是会拿着那个手机翻译软件，然后跟那个就是店主去问他这个东西能不能还价，然后店主说不能，然后他又换另外一项东西再继续去问，这种我也觉得是非常可爱。有了翻译软件的帮忙，艾哈迈德很快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他还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偶尔也能和他们说上1、2句中国话。Yeah, I'm here with my big happy family. My father, Baba, and my mama. She is best friend for me here. He do a lot of work the farm, and the lady also she have a hard worker in the field. Can you take the video, please? 当夜幕渐渐降临，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上的轮胎吊和桥吊仍在繁忙的运转。斯里兰卡工程师诺尚开始了夜班的工作。这时他接到了码头的报修电话，放下电话，诺尚和搭档迅速赶往现场。It was a sense fault in the spreader, and we had a look.
在一座60米的桥吊之上，诺尚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诺尚加入上海振华斯里兰卡合资公司已经6年了，在日常值班时，他和同事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抢修。从一开始摸不着头脑，到后来驾轻就熟，他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就感。6年时间，张志勇发现，从中方工程师们凡事必到现场，到现在斯里兰卡工程师可以独当一面，本地化的目标已经基本达成。入夜奔波了1天的艾哈迈德又回到澄迈的农舍，像来到中国的数十个夜晚一样，他打开视频通话，与远隔7000多公里的家人聊聊1天的收获。This is dragon fruit, okay? And we have red banana here. Banana is different. Yeah, it's different from our country. We have the green one. Here they have the green and the red banana. And the dragon fruit is very delicious. I love you. I will back. This was the condition in high school. 新的一天来临了，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风吹醒了沿岸的城市。在澄迈，在吉隆坡，在科伦坡，人们又开始了新一天忙碌的工作。2013年启动至今，国际结氢计划已经累计邀请了来自亚非、欧亚、中东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40个国家的600余名国际结氢来到中国，开展合作研究。目前，支付宝和“一带一路”沿线上的9个电子钱包已经服务了全球超过12亿用户。而张志勇团队里的很多斯里兰卡员工们正在学习中文，他们期待着有机会到总公司的所在地中国去看看。你好。